朋友们好，今天是2月9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徐州发布呢，在前天是正式的给出了徐子巴的身份定论之后呢，尽管民间质疑的声浪是犹如山呼海啸一般，但是我们看到央视有转发了徐州官方的调查通报，同时呢，还派出了央视记者前往徐子巴入住的那家精神病院去进行采访，以此来佐证徐子巴呢说他的确是拥有暴力倾向的精神分裂患者，同时呢也在佐证其满口的这个牙齿呢说他只剩了9颗，而这么多的牙齿全部呢都是因为牙周炎而脱落的。也就是说呢，中共的中央级喉舌在开始为徐州官方的调查结论背书了，而且至少是部分背书了。那么凡是对中共体制稍有了解的人呢，可能都知道，任何一个影响巨大的社会事件一旦它要是进入到这个流程、这个轨道的时候，除非中间出现重大的变故或者是意外的因素，整个事件呢，它大体上就要沿着徐州官方的这个结论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持续的保持对徐子巴事件的关注度至关重要，因为大众的这种声浪它往往就是促成体制内某些既定的计划它不得不去做出改变的那个意外因素。从这个丰县宣传部到徐州市委，我们看到3份说法不同的调查情况通报的出台呢，它本身就已经反映出了这种意外因素给整个体制所带来的正义的这种压力。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民间人士有晒出了写给徐州市委、市府以及纪委的公开信，而且呢，也有不少的民间人士驱车前往丰县，想要去进行实地的调查。尽管在当前的体制之下呢，我个人对最终的结果呢很难感到乐观，但是呢，这绝不是说这些行动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我们这里远隔重洋依然在和朋友们在不断的追问这个事情的真相一样，我们至少可以让更多的人清醒过来，让他们看清楚这个体制的邪恶，远离这个体制，从而去完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保护或者是自我救赎。在整个徐子巴事件中呢，我们看到大陆的各级媒体呢是全都保持了一种罕见的集体沉默，而是将几乎所有的头条的版面呢全都毫不吝啬地送给了另外一个女性，一个年轻的、靓丽的、充分享受着自由、关爱与财富的人生赢家与大众的宠儿。她与徐子巴呢形成了一种近乎残忍的强烈的对比。我相信朋友们可能都已经猜到这个人是谁了。是的，他就是当前堪称是红得发紫的冬奥运动员谷爱凌。他现在炙手可热的程度几乎已经快要直追当年巅峰时期的刘翔了。我在这里呢我这里呢是一个和朋友们就是吃瓜聊时事新闻的平台了，当然不会说对此就视而不见。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一起重点的聊一聊这个谷爱凌现象。之所以说谷爱凌是一种现象，不仅仅是她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偶像人物，更是因为她身上体现出的某种模式化的东西呢，而这种东西我们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昨天呢，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比赛中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谷爱凌，她是依靠着最后一跳逆转了之前的落后的局面，以188.25分的成绩呢，惊险的夺得了金牌。那么这枚金牌呢，犹如是给整个中共的冬奥代表团注射了一针高强度的兴奋剂了。不但中共的体育总局的冬运中心是单独的给谷爱凌发了一份贺信说要让她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光荣。北京的市委市府呢也是唯恐落后，给谷爱凌也发了一份贺信，声称说这个谷爱凌的夺金呢是激励了首都人民奋力谱写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等等。体育总局呢，它是谷爱凌的大老板北京呢，它是冬奥会的主办地，所以他们给谷爱凌来发贺信呢，多少还有一点上级肯定下属的这种意味，对吧？是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啦。
但是北京大学呢也紧跟着来发恶信呢，它多少就有点令人意外，因为北大和谷爱凌呢似乎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一点呢它难不倒北大的校长。北大和谷爱凌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呢他却和谷爱凌的妈，就是叫做谷燕的是有关系的，因为谷燕呢她是曾经就读于北大嘛。所以我们就看到北大呢以热烈祝贺谷燕校友爱女谷爱凌勇夺冬奥金牌这么一个标题的新闻就隆重的推出了。这种三姑六婆的攀亲技巧，它当然不会是北大校长的独门秘技啦。你可以追到他妈，那我就可以追到他姥姥的头上。那么谷爱凌的姥姥呢，她是原交通部体改司的高级工程师，叫做冯国珍。于是呢，这个交通运输部也是当仁不让，就立即发出了一封贺信，说这个热烈祝贺老交通人的后代谷爱凌夺金。那么还说这正是因为冯国珍的言传身教才有了谷爱凌的今天。那么这个当然就等于是暗中把北大给踹了一脚，对吧？你说谷爱凌是你北大谷燕培养出来的，那咱们先得看看这个谷燕是谁培养出来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和大家这么啰嗦的来罗列这些比较令人反胃的信息呢？其实就是一个原因，现在的谷爱凌呢，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奥运冠军了。它是被中共官方精心运作打造的一个政治工具了，而且呢，中共正在把这个工具呢赋予了多重意义的象征。最起码呢，谷爱凌她现在已经成为中共这个备受争议的东道主在本次冬奥会进行一个形象维稳的最有效的武器了。此外呢，中共官方的舆论呢，我们看到它还在不断的引导，把这个谷爱凌塑造成为一个美国精英舍弃了自由民主投奔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典型。这一点它是习近平最核心的那种政治宣传，也就是东升西降的一个象征，对吧？我们都知道谷爱凌她已经在世界范围之内都引发了舆论的极大争议。这些争议焦点呢，它主要就是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呢，就是他的价值观呢备受质疑，因为他被发现呢已经不止一次公开的撒谎去为中共体制进行辩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国籍问题，这个是他被质疑在两头通吃搞投机的最关键的问题。首先呢，对于前者就说谷爱凌他已经被发现至少是3次为中共在敏感的政治和人权问题上去辩护维稳，而且至少其中有2次是在撒谎的。一次呢，是当他在社交媒体上与网友进行互动的时候呢，这个网友就询问说，中国大陆有千百万的网友是无法自由使用 Instagram 等等这些 APP 的，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为什么可以得到特殊的对待呢？特殊的待遇呢？结果呢，谷爱凌就回答说，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在 APP 的商店里面去免费的下载一个 VPN 就可以解决了。尽管大陆媒体是拼命的在渲染谷爱凌是学霸这么一个人设，对吧？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番回答呢，其实是有点没有经过大脑的，因为中共经营多年的这个网络防火墙它绝对不是一个摆设。大陆有一部分的网民，他无论是使用 iPhone 还是使用安卓手机，他如果要使用这个 VPN 去翻墙，他都是要冒相当的风险的。很多人呢已经为此被喝茶、被罚款，甚至是被拘留过了，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那么谷爱凌这番话，他的言下之意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大陆的网络其实是很自由的嘛，你看你就去下载一个 VPN 就可以了嘛，很简单。其实以他这样高智商的人才他不太可能说连这点区别他是搞不清楚的。所以呢，他为中共的这个网络封锁信息审查制度去进行一种粉饰和洗地的这种嫌疑就比较大了。第二次是同为美国规划到中国去参加冬奥会的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叫做朱毅的。她在比赛中呢，因为连续出现了失误以后呢，大陆的很多粉红网民就对她发起了比较不多见的这种大规模的网络出征。
像这个朱毅跌倒、朱毅失误是迅速的就成为微博上面的热门标签儿。像朱毅失误这个话题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获得了高达2亿次的浏览量。像这个假爱国、这个丢人现眼等等这些讽刺、辱骂性的语言，几乎是充斥了整个网络。就连已经退休的胡雕盘那个胡锡进，他都赶紧的出面来发文，说这个年轻运动员出现失误时，在社交媒体上被公然的落井下石、被网暴，这是无论如何都很过分的行为。但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当美国媒体对朱毅遭受网暴这件事情进行报道的时候呢，谷爱凌居然他发帖说，作为一个真正使用中国社交媒体的人，我想在这里说，90%以上的评论都是积极的和令人振奋的，这是运动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大家也看到了吗？这个大陆媒体对此当然是如获至宝立马就以谷爱凌怒怼美媒等等这样的标题进行了一种轰炸式的报道。那么就我个人来看对谷爱凌这么一个才刚刚成年的18岁嘛，而且是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来说，他敢于这么充满理论自信的为大陆这种特有的粉红战狼网络的生态去进行辩护，敢这么的睁眼就说瞎话，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惊讶的。因为呢，这已经就是那种不自觉的我可以代表亚洲这一类的思维方式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谷爱凌她在夺金的时候呢，她刚刚有接受了法国队报这个独家专访的彭帅这个人，他也是在现场观赛的。然后呢，谷爱凌就对此表了一句态，说我真的很开心。这个彭帅就说他现在很健康又快乐，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彭帅真的很快乐，真的可以做他任何想做的事吗？这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吧？就连单独对彭帅进行了关门采访的这个记者叫做马克文图雅克的，他都在事后立即的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说他很清楚这是一次中方安排的宣传，这一次采访呢并不能够证明彭帅没有遇到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谷爱凌她并没有与彭帅有过任何直接的互动和沟通，那么他是从哪里得出说这个彭帅自由又快乐，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这个结论来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重点了。就说谷爱凌呢，她其实拥有很高的天赋，她也非常的努力，并且呢，她也由此这个年纪轻轻的就取得了一般人都难以企及的人生成就嘛，这些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包括她想要代表哪个国家去出赛奥运会，为此而去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的资源，这些也可以说都是他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这都不是问题。他现在的成功我们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他等于是同时实现了美国梦，也实现了习近平所说的那个中国梦。实现美国梦不用说了，年纪轻轻嘛，他在体育界、时尚界，包括他自己的教育学业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已经都是在一流的这个层面了。而中国梦的内涵呢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梦是什么梦任何对中国大陆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会知道，真正的中国梦其实那就是赵家梦。你只有成为赵家人，或者是赵家的座上宾，成为赵家的一份子，恐怕你才真正的称得上是实现了所谓的中国梦。当然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哪怕是谷爱凌她明天就火线入党，成为了为人民服务的一员，这也都只是她个人的选择，对吧？尽管我觉得她有些不值，但是这毕竟是她私人领域的事情。但是她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于呢，他主动地涉入到了中共与国际社会的一场激烈的价值观之争。从体育、时尚呢，它是跨界到了政治这个复杂而又敏感的很多的公众话题和领域之中来了。他甚至还主动地去充当了中共大外宣的工具，去为中共站台辩护，这个就超出了他私人生活的范畴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国际社会如此众多的民众对谷爱凌抱有一种比较负面的看法，可以说就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其实呢，他们是在排斥中共，但是呢，谷爱凌她自己非要站在中共的前面来充当一个挡箭牌，那么她就等于把自己和中共进行了一种捆绑啊，由此而成为世人侧目的对象呢，也就一点不奇怪了。就在昨天呢，谷爱凌还爆出了一条非常引人注目的新闻，就是她在夺金之后呢，第一次接受了专访，而独家对她进行专访的呢，并不是一家媒体，而是这些年呢风头一时无两的中共党内的刀把子机构中纪委。我相信有不少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啊，可能都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会感到有点错愕，再加上疑惑的。因为作为中共党内专门监察党员的一个机构中纪委啊，他居然去干起了央视的体育频道，或者说是干起了新华社啊、中新社等等这些党媒喉舌的活儿，去专访一位刚刚才成年的青春偶像级的体育明星，这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画面，对吧？那么这篇采访报道呢，它的文章是很长的，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自己去谷歌搜索一下看一看。就我个人看来啊，这篇采访报道啊，它通篇采访的文字本身想要传达的信息呢是很明确的，主要是有两个。一个呢，就是采访它使用了设计好的这种问题的顺序，循循善诱的构建出了一个从5岁起就在鸟巢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小女孩是如何的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之下，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之中茁壮成长为了一个国际大明星的全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之中啊，他没有提到美国半个字，甚至包括谷爱凌的父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采访他是反复的强调了说谷爱凌这种心向祖国、念念不忘根本在那里的这种爱国情怀。也就是说呢，中共呢，他用中纪委在党内的这种地位，通过这次专访呢，给所有的党媒等于是立了规矩、定了性了。定什么性呢？就是谷爱凌她就是一个完全由中国自己培养成长起来的超级明星，她与美国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呢，他是一个与李云迪赵薇之流是完全不同的，是一个健康阳光又有国际范儿的正能量的红色明星。这样的明星才是党所需要的。以后所有有关谷爱凌的报道呢，都必须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调子。至于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定调，它不是通过中宣部来做，而是安排了中纪委来做，这其中呢，不排除他要解决一个必须的关键问题，就是谷爱凌的国籍的争议。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它是谷爱凌的2大争议焦点之一。谷爱凌她已经是先后至少6次被问到了，问她究竟是什么国籍。因为谁都知道嘛，中国的法律呢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而美方这边呢，退出美国国籍的记录之中呢，又查不到谷爱凌的名字。而一直声称说谷爱凌已经放弃了美国护照的那个赞助商红牛，那么他们也已经删除掉了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相关说法的记录。而谷爱凌本人呢，他对此一直也都是抱以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最经典的回答当然就是那句“我在美国就是美国人，我在中国时我就是中国人”，就是这句回答了。所以呢，这个备受交易的争点呢，我们看到他似乎是在2天之前有得到了某种解答，就是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呢，他们又对 BBC 就是这家媒体呢就表示说，谷爱凌呢必须在中国入籍或者是获得永久居留身份以后，才可能代表其团队参赛的。那么按照这个领事馆的说法呢，就说中共的司法部呢是在2020年就有放宽了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相关规定了，使得呢一些在体育、科学、文化等等领域取得了国际认可的人才呢，就可以有资格获得永久的居留权。那么谷爱凌和其他的4名运动员是有通过了这一程序的，因此呢获得了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奥运会的资格。
大家也看到了吗？尽管中共领事馆它在这里并没有清楚的说明这个谷爱凌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个答案它其实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就说谷爱凌呢，她大概率她是保留了自己的美国国籍，但是呢，她以取得在中国的永居权的方式，获得了代表中共出战奥运会的资格。也许呢，在谷爱凌母女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一次充分利用规则的投资，就像千百个美国商人也到中国去投资一样，都是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嘛，去中共的手中换取一些经济红利与政治红利。当然还可以用这种增进友谊啦、促进团结之类的漂亮的面纱来遮掩一下，进可攻是退可守，可谓是一举两得。只要运筹的好将来说不定会成为一个高配版的成龙也是未可知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共呢，似乎是已经动了真格，就是说想要把谷爱凌纳入到党的真正的掌控之中了。中纪委的这一番温情攻势呢，它究竟是要彻底的解决谷爱凌的国籍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呢，还是说过2年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优秀党员谷爱凌的横空出世呢？至少到目前我们暂时还不能够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呢，我想不管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样，中纪委的这个精心安排的党的关怀的动作，它所产生的实际客观效果呢，它就等于是已经通告了全世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谷爱凌她已经就是党的人了，现在受到了党的最高层的关怀，所以不允许出现任何负面的这种信息和声音。当这个谷爱凌她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由于她全程都是闭口的，她没有跟着唱那个中共的国歌，曾经是有一度受到了部分小粉红开喷的，就说你既然是中文都可以说得这么流利，你又已经入籍我们中国了，你为什么不唱我们中国的国歌呢？结果这些质疑呢是迅速的都被屏蔽了。我们现在用这个谷爱凌国歌这个标签去在微博里面进行搜索呢，它显示已经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这个小小的细节呢，它或许透露出来谷爱凌一个真正的底牌，就是她可以为了取悦赵家人而用自己的才华去进行某些交换，但是呢，她仍然是在试图为自己保留着那么一小点想要唱哪国国歌的自由。毕竟谁都知道嘛，那个真实的谷爱凌，她是唱着美国的国歌成长起来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